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派宾，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黄伟汉先生、洪茂凯委员、徐巧芯委员、林珍羽议员。台湾会不会变成美中谈判的筹码？那因为呢，赖清德本来说要经过纽约去巴拉圭等等这些中南美的我们的友邦，回来要大概从 Houston、Dallas， 然后呢，但是我们之前都不承认，这最早谁发布的呢？巴拉圭总统很高兴讲，当然啦，欢迎你来啊，来了以后带礼物啊，带钱啊，带援助啊，很高兴之前讲了，但那个时候台湾大概这个美国正在磋商要怎么过境，再加上之前什么大罢免什么，所以呢有点复杂哈。那结果呢，现在说赖清德不去了，那我相信赖清德不去不是这天才决定，他前2天就决定了。大罢免之前就决定了啦，怎么可能现在还知道？只是当时也不愿意讲，所有不好的消息，大罢免前通通不发布，通通给你留起来。那 Bloomberg 是说呢，有一些人呢，美国会破坏美中贸易谈判的进程，因为他们今天在瑞典谈，第一次谈了5个钟头没有进展，然后川普的电话说，中国 China is very tough，很强硬 ，We are very tough， 我们也很强硬，那就看到底要怎样，双方都很强硬。那有人说可能再延3个月，他们的那个8月的那个框架协议到期，但是他们说都要看川普的意思不是下面商务部长说，不是我能决定的，川普要怎么讲的，由总统决定好，那么总统府就不愿意讲说美国不给他过境纽约，因为川普很怕现在这样，川普一直想跟习近平见面，那大陆好像无所谓，要见就见，不见就不见，也没有不见你，我也邀请你了，但是呢也没那么急但是呢，川普好像一直想见，也想通电话，也想见，所以就很怕说，这次如果说这个赖清德经过纽约，因为大家一直希望说过境纽约，纽约离华盛顿比较近嘛。我虽然不能到华盛顿 DC， 我可以到纽约去啊。那蔡英文过境过2次啊，因为赖清德要比，为什么蔡英文可以去，我不能去？我不如他吗？所以呢，不能去纽约，那赖清德就觉得算了，不去了。那另外呢，这个华盛顿又怕赖清德去纽约、北京抗议，北京市长也抗议了，但是北京哪一次不抗议呢？你从哪里经过北京都会抗议啊，那抗议不抗议，对不对？就像美国接不接受啊？美国以前也不见得接受啊，你抗议就归你抗议嘛，反正你行礼如仪总要抗议啊，那说这个川普政府拒绝赖清德过境纽约那另外呢，这个路透社说他要延后外交部说没有出访安排。没有美国不同意的情况，拢没都乱讲的那 AIT 说呢，台湾没有宣布要出访，是台湾是没有宣布，为什么？美国没有同意前没有宣布，但是外电都来说有啦所以呢，这个美国政策不变，反正美国每次讲都这样子，也是行礼如仪那之前到台湾那个众议院议长呢，裴洛西说这是危险的讯号dangerous signal， 因为呢，美国对台湾可以被霸凌到消音。习近平战胜了美国价值，美国价值有自由民主那台湾是自由民主的这个国家中华民国，为什么不能过境都不能给他过习近平赢了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没有办法过境纽约，川普的盘算呢是说对台的政策回到交易化轨道，川普就是讨价还价，就是我半天要价就地还钱，然后这个你出价我出价在这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总统府就老实讲嘛，说我们本来要过境巴拉圭，要过境去过巴拉圭，要过境纽约，对不对？然后呢，现在美国因为老共抗议不行，所以我们跟老共抗议，说你为什么要抗议跟美国讲不要派他抗议，这是实实在在要骗，没有这个计划，从来没有，大家都知道有，你就偏要说没有，你骗谁呢？AIT 都没有跟你一起骗 ，AIT 是说你没有宣布，但你原来没有这个计划吗？你是有这个计划的，我们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川普政府已经拒绝赖清德总统过境纽约前往中美洲访问的申请。报道指出，这是在中国向华府表达反对之后所做的决定。传出赖总统原本8月初出访我友邦巴拉圭、瓜地马拉和贝里斯，去程过境纽约，回程经达拉斯。但总府28号晚间突然发声明，指出考量近日南部风灾灾后复原、与美对等关税及区域情势等，总统近期暂时没有海外访问的安排。总统近期暂无海外访问的安排，更没有所谓延期、取消或者美方不同意过境的情形。Times I'll do something that I shouldn't do because
It's not very important for our country, but it's very meaningful for the country on the other side. 川普没明确表示，在不重要的事情上让步是针对中国或赖总统过境，但这番话确实反映他的谈判原则。尤其中国一直强调台湾议题是中国核心的核心。彭博社则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美国和台湾官员都感到不安，担心川普为促成与习近平会面，可能对中国做出过度让步。前美国众院议长裴洛西发文批评川普阻挡台湾民选总统过境纽约是向中国低头的右翼例证，希望这次否决纽约过境不会成为美国对台政策出现危险转变的预兆。川普美东时间28号晚间也发文强调自己没有寻求与习近平举行峰会，说自己也许去中国，但那是因为习近平已经发出邀请，只是各界也紧盯对中强硬会否不再是川普政策主流，让台湾成为川普的谈判筹码。老沈怎么看？其实现在川普也改口了，川普说不是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啊，我也不急啊，我也无所求啊，其实大家都要扳回面子。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台湾这种小国，这种到处都受人家欺负的，我要引用严觉安教授，这几天前他有一篇长文，他肯定我的讲法哈，但是他带进这个当年自由派殷海光教授的话，说是什么讲什么。你什么讲什么，不要扭曲，不要装蒜啊，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才不会难看嘛。那我觉得，当然去不成，照着传统，我们就说已经多年积习成为习惯，变成这种常态的。如果有一点变化，大家就会夸大说啊，倒退了，被出卖了。我不太同意啊。像川普这种人，如果他感受到说这个美中的关系。这个你这一次这个时候不宜来啊，对于他生意人来讲是小事一桩啊，他会给中方暗示说，这个小子他要来啊，我叫他不要来啊，以后再说没事。但是是我们过度的太敏感了，把这个美联总统一定要出访我们那些很小的国家，然后借口东西两岸要建一个大城市过境。来代表我们台湾跟美国的关系还不错，还维持老样子。我觉得这种习惯要改掉，因为不必要啊！你花了太多的精神，花了太多的这个资源啊，你得来的东西其实不大。我倒是觉得提早这个总统府跟外交部。虽然他们是往脸上贴金啊，就说跟美国没关系了，我们本来就不想出访，理由是因为灾情事后的这个救灾，还有也许可能的关税的问题，我们还是不想没有打算要出去。你这个是一个片面这个照顾面子的说辞，但是我同意啊，因为这个总比你在外面啊这些事情发生了。你多难过，你这多难堪，多尴尬，那要救都来不及了。你坐镇台湾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没有什么不好。那裴洛西我更看他不起了。你今天发那个声明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signal， 就表示说台湾可以被出卖，可以被怎么样，被怎么样？你明明知道这个啊，你当初为什么要来？你是晓得台湾的这个 issue 是一个很敏感的 issue， 那你偏偏来捣蛋。你的来，我们有得到什么好处吗？他现在没去，没过境，我觉得台湾有没有受很大的伤害？这种都是小事。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要慎重考虑的时候，这个大罢免以后啊，要考虑到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我们毫无疑问的是第一岛链最重要的位置，对不对？但是我们就一定要做老美围堵老共的先锋吗？我们一定要做看门狗吗？我们一定要牺牲我们自己做那个 porcupine 吗？做那个豪猪吗？我们应该就要想想看，我们是很重要，但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一厢情愿让我们做奴才、做细汉的那种角色。基本上你讲的都对了哈，但是726之前没有这些问题吗？没有救灾的问题吗？没有关税的问题吗？他这样搞啊，他有把心情放在关税吗？有把重点放在救灾吗？没有啊，他搞在大罢免啊。对不对？所以他通通是讲的不实的话嘛，让人家看不起在这个地方嘛。你 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 尤其一个政府，尤其一个总统，你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你怎么样就讲怎么样嘛。那你现在对巴拉圭总统多难过了，那是我们的友邦中南美很这最大的国家，
这么大个重要的国家对我们不弃不离啊。人家总统就讲了，你要去啊，然后现在你就不去了，不会为什么不去了？他们会体谅，他们会体谅。他不爽嘛，你不应该这样对人家嘛。你就是因为不能过境纽约，你就不来我这里了。那你到底到我这重要还是过境纽约重要呢？你怎么把我放在什么地方呢？他也是民选出来的啊，他要对他的选民交代啊。哎，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一塌糊涂。来，这个巧芯是外交国防委员会来，我觉得现在的是赖清德的整个国安团队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跟状况。那首先呢，赖清德总统在这一次他没有办法过境美国的过程当中，他先提出的一个理由叫做救灾。可问题是这一场灾情已经在这个2-3周中间就已经开始了，对，所以你一开始你就要先宣布说，因为要救灾的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出访了。如果你在灾情的一开始，你去看灾的那个时候，你就跟大家宣布，那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对民生有关怀的总统。可是他是已经知道，他现在是已经知道美方要准备相关的一些包含 Bloomberg 还有这个Financial Times。他们都已经有报道在写那要写说是川普不愿意让赖清德去过境达拉斯，影响到跟习近平的关系跟谈判，所以不让他过境，所以他不能去。那这个时候才拿救灾当成借口，我觉得第一对台湾人民不诚实，第二呢对灾民是一种消费，第三呢他这样的所作所为在美国的眼中也会被视为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对象。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国安团队就不应该这么做。就是你到底要跟美国之间，你要很清楚知道，川普现在他不是拜登，川普不是拜登，川普可以随时因为他的利益需求而交换掉很多事情，包含台湾。所以你要不要思考到说，接下来的关税战里面，那就算是好，如果我们能够降低关税的这个税额，那我们要换出去的东西是什么？你要想，像印尼。他们降低关税的税额，从32%应该降到19%，可是他们开放了多少东西？波音飞机要买，要全部零关税，农产品全部开放，它总体的各种损失，它可能已经远远超过本来的这个关税的税额了。所以，当我们现在的政府在跟美国谈判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连是条约还是协议都不愿意跟国会说清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干嘛？你在搞大罢免。你在搞大恶霸，所以你没有办法整个国安团队还有救灾把心思放在台美的关税之上，把它放在台湾如何谈判之上，因为你觉得那是次重要的，你觉得只要国会能够罢免6席以上，然后补选或者是在空窗期，所有的法案由你来通过，这样的话我想要干嘛就干嘛。但这是一个不对的，这是不是一个总统应该做的？你不应该你只重视你自己的选民，你要把所有全国的选民团结起来。所以我认为为什么大家要去想为什么包含彭博、包含 Financial Times， 今天早上我是6点的时候，我6点起床，我就先看到这个新闻，吓一跳。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你们要去想，为什么彭博社跟为什么 Financial Times 他们要在这个时间点公布这件事情？他们是等到大恶霸结束，发现说赖清德先前跟他们讲的所谓的会罢免10席啊，罢免15席啊，我们这个到时候国会怎么样？全部都是一场空。他们在这个时间点才把这整件事情把它爆发出来。那请问现在的赖清德国安团队是不是就是崩盘了？休息一下再回来。这个这个川普真的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他宣称没有跟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要被课15%到20%关税，那当然我们就很期待说，那我们是不是15%？跟日本一样。那我就想说，日本也是15%，欧盟谈的15%，还让了一堆条件。那这些国家没有协议也15%到20%，那欧盟跟那个怎么办？德兰跟日本不是撞墙啊？所以呢，我说他当然这些没有协议的国家是不重要的啦，对他来讲就是说贸易额都很小啦，我赚你一点钱，你赚我一点钱，所以对他来讲是这些的，他说100个左右的国家了。但他这样一讲，没有达成协议，15%到20%，那干脆我不要跟你达成协议算了，我什么都不让你啊，15%、20%了不起就这个样子嘛。所以这个逻辑上才不通了。不过川普反正你不跟他讲逻辑，他反正就是他完全是按照我们古时候做生意的方法，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然后每个国家呢都回去跟自己的国人说，我们赢了，
我们成功了。日本有跟国家说我们成功了，欧美跟他们27个会员国说我们成功了。为什么？原来还有这么多啊！我现在一半呢，30%变15%，我少了好多钱呢。我让他这些算什么？跟我让他的比起来算少。问题是你那个是个假的，那个是本来根本没有那个东西啊。所以呢，他就给你搞一个，然后你就说啊，我省了很多钱。你省了什么东西啊？你1毛也没省，你反而多付了很多钱。川普警告，把台湾拿出来啊，半导体关税要这样上路了。如果不是我们要这么高关税，台湾怎么会来？台积电怎么会来呢？他洋洋得意哈。那而且呢，他喜欢加码。日本那个时候也是，日本呢好像本来只要投资4500亿还是4000亿，他自己在上面给他加，变成5500亿。欧盟本来说我们好吧去投资5000亿，他在后面给他改，改成6000亿，他自己改，他改了就改了然后呢，这个德国跟法国是欧盟现在2个最重要的国家，经济体最大，生气说你是屈服15%，是欧洲黑暗的一天但是也没办法，因为他没有筹码嘛。因为美国税3亿人口，消费量很大，大家都赚他的钱都想要去赚他的钱除了英国跟他有逆差，很多国家跟他都有顺差那另外呢，这个中经院是说了，美国车跟米都开放，那台湾要不要车米要不要开放？日本的关税光投资了就被他改2次川普爱怎么改就改你那另外呢，跟中国的这个关税要不要延长3个月？商务部长说我不能决定我虽然是商务部长老板决定，川普决定所以呢，为了保住川普现在很想跟习近平见面，所以呢，对中国放宽技术出口的管制，很多人本来不管的管了，NVIDIA 的 H20也放了因为还是希望见个面来谈那但是川普说，我不是主动要跟他见面，习近平邀请我去他邀请我，大家都不认为，都不想做一个主动的，我们看看。英国首相施凯尔跟川普一起飞到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度假村，示威者还是以怒火来迎接川普。We should not be allowing Mr. Trump into Scotland at all. 还搭上时事感，放川普跟已故淫魔爱普斯坦的合照来欢迎川普到苏格兰。川普要跟施凯尔谈美英贸易的细节，而更重要的谈判却是远在瑞典。Treasury Secretary Scott Bessent is in Sweden for trade talks with Chinese officials. 美中第3轮的贸易谈判，美国财长贝森特、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首日就谈了5个小时，有可能贸易战休兵再延长3个月。You know,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ut China's tough, and like you're tough. You know, we're all tough, yes, but we're going to see what happens. I'd love to see China open up their country. 千里之外的川普遥控点名要中国开放市场才有得谈。至于迟迟没有公布税率的台湾呢？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仍还在华府进行第4轮的贸易谈判，返台的时间也延后了，要拼周5关税生效前要谈成，大家都在等好消息。But the president is in the driver's seat now, right? He's done these big deals. He's got really all the cards in front of him. 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昨天才透露，2周内要完成232条款调查，要决定是否对半导体课征关税。还有分析悲观的认为，台积电可能会受到25%到50%的关税冲击。财信媒体董事长谢金河在脸书发文示警说，卢特尼克主导的232调查对台湾的影响可能更胜于川普还没有公布的关税税率。8月是不是有可能到最后关税出来？如果说不是在这个有宣布的国家里面，到最后15%到20%，真的会是这样吗？那台湾到底在什么角色？而且不要忘记其实现在还有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可能针对半导体产业有更高25%左右？其实这才是对我们台湾来讲真正关键的数字。所以大家不要只是想是说如果说到最后没有，我们都是一样15%到20%，甚至还有人期待是说，那有没有可能跟日本、韩国一样？日本、韩国付出了什么样的条件，以及他们多谈了什么样的一个部分？到目前为止，我们想要知道民进党政府怎么谈的，不知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开始一直讲说我们一直排在第一波，有没有？还讲说我们已经在排队了，甚至已经有视讯了。可是到目前3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只要问，只要在国会问，只要我们帮人民问，只要我们想要关心，就说可能是刺探国家机密。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我觉得民进党在这段时间里面错失了很多的
对我们谈判有利的事情，包括第一，在野党的监督、人民的期待以及人民的质疑，对你来讲，执政党都是一个谈判的底气啊。一般的国家里面来说，你可以用，因为是有在野党的监督，所以说我对美国我要强力的，甚至我有一些不可退让的底线。但有吗？没有啊！你把7月26号变成是把蓝白变成是所谓的大恶霸的这个针锋相对对付的对象，所以你把当在野党全部都变成是当你口中的中共同路人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底价来跟美国谈嘛。第二个部分。一直来骗国人讲是说现在台美史上台美的关系最佳，但史上关系最佳，结果到最后你谈出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我们讲上一段节目也提到，就说赖清德总统有没有出访的一个必要？如果有没有出访的一个计划跟这个行程？其实现在我看到啊，连彭博都已经有出另外一个新闻，讲什么？讲说赖清德仍盼出访成行，没考虑提供过境替代的过境地点跟时间了。这彭博今天现在的报道，那如果说彭博这样的报道，你总统府也好，外交部也好，一直出来讲此地无银300两的话，其实也会让大家觉得是说，那你到底你的角色是什么？而且更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国人来讲，我虽然是在野党，但我也希望我的国家元首出国的时候有一定的规格跟一定的待遇啊。那到底美国有没有在这个上面给我们台湾穿小鞋？如果有的话，你何不大大方方也讲出来呢？这不也是算是你谈判的一种底气吗？如果说中国大陆真的有阻挠的部分的话，你何不大大方方讲出来呢？以民进党过去看到抗中保台，看到中国大陆就全面就是战狼式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话，真的中国大陆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什么样阻挠的部分？你不认为说外交部应该会要捡到枪吗？那为什么没有？是不是真的如同现在报道一样，到最后全部都是美国在主导，而赖清德政府、民进党政府看到美国就矮半截？那最后啊，不要再拿风灾来消遣消费灾民啊！我觉得中南部，因为我自己以前我10几年前我在嘉义市服务过，所以我很知道云嘉南地区的这个民众他的生活圈等等的部分。新天台风不是昨天前天才发生的，23天前、22天前发生的。结果我们看到这2天的新闻还有什么？近2万户的污损，灾民苦叹，水深火热，很遗憾啊。过去这段时间，民进党政府到底在做什么？中央政府到底在做什么？除了726以前，全部都在搞大罢免、大罢免、大罢免，没有什么事情比大罢免重要。结果反而是让我们全台2320万，我们自己的同胞都还有水深火热的情况。要电信没电信，要屋顶没屋顶，要救灾没救灾，要补贴没补贴，结果你整个政府都是失能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真的是情何以堪？所以我真的还是强调，对于我们全台上面的这一些民众来讲，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要被中央政府给牺牲。台南的状况到底现在有多严重？如果说你真的讲说是要救风灾的话，我拜托总统、副总统行星号、行政院长行星号，每天就进驻在台南。什么时候把台南这些灾民的这些灾损给修复完毕之后，你再上来？否则的话，真的都是在消费灾民，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都在怀疑了哈。我们最早是说我们是全世界前4个国家最排在最前面谈判，你记得吗？那其他3个都已经有结果，我们这还没有呢。为什么还没有呢？我觉得他一定跟老美讲说，我们726大罢免，我们大成功。到时候在野党委员被我们干掉。所以呢，你现在谈的条件哈，现在怎么先摆，以后再说，否则在野党会反对。等到726之后，什么条件我们答应你，国会都没有力量反对的啦。否则美国让你这样拖到现在，我才不相信呢。还有那个屋顶哈，这点我真不懂。你现在花那么多钱，前瞻计划8800亿。什么灾后又是几千亿、这些下去，台电一补助1000亿、2000亿、3000亿这样补助，南部云嘉南怎么风一吹顶就没有了呢？怎么叫帆布盖呢？看起来好像菲律宾哦，好像以前我常常觉得说，一个台风过去，怎么房子倒那么一大堆？搞得我们现在跟他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很奇怪吗？李嘉彤教授今天传给我说，你那个屋顶是要用水泥做的，水泥顶。像北欧上面有稻草啊，有草啊，看起来是隔热哦，然后又美观。我们那么吹掉就没有了。那个屋顶是什么做的？你台湾照理讲不应该这样啊！6000亿美金的外汇存底，南部屋顶是农村是这样子，而且很多是老人啊，留在这个乡下啊，因为年轻人可能都到都市来了、啊。虽然青农返乡的数目还是少啊，这些不知道。都市天天在讲都市更新，什么30年啊、40年啊，哇，6级地震受不了，赶快更新。
乡村这些不要一个乡村的房子的更新吗？不要一个都更吗？不要一个，它不叫乡村更新了，把它屋顶至少做一个比较坚固的水泥屋顶，好不好？不要这样，好像一吹就可以倒，一吹就倒，这什么个屋顶啊？这什么屋顶啊？然后帆布现在雨一下，帆布一重又塌了，几万户这样我觉得这是台湾的耻辱可以让我们的乡下这样吗？休息一下再回来。